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 Jermaine。那么今天我身边就有我们的 Alvin 啊，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啦，来自巨乱啊，我的干蹦红花 Automobile Center。今天也非常感谢他们借我这一辆 Toyota Vios GRS 来进行试驾。我看目前网上还没有什么人试驾过这个 Vios GRS 啦，然后包括到上一次，其实我也有在他们的这个场地里面进行一个封闭的试驾，我整体的印象其实真的还蛮不错。所以今天这辆车注册好了，我们就实际把这个 Toyota Vios GRS 开上路来试驾一下，看看一下它还有没有那种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它很不像 Toyota 的那个驾驶个性吗？给我1分钟，带你看看燃油添加剂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啊！相信各位每次在 workshop 换黑油的时候，都会被 workshop 或者是方面推荐我身后这一些。那么这些燃油添加剂到底有什么样的用处？有什么样的一些种类和分别吗？那么首先就是这一瓶叫做 Engine Flush， 就是在你换黑油之前，先把这个 Flush 倒进去你的旧的机油，配着旧的机油一起跑一个10分钟，过后再把旧的机油跟 Engine Flush 一起放掉啊，它就可以帮助到你的 engine 清洗这些积碳以及油泥等等。再来第二个就是 Engine Oil Treatment， 适合放在你的新的机油里面，再倒出来过后，它看起来会比较高浓缩的样子，所以主要就是比较适用在一些比较高里程的旧车，强化润滑，减少摩擦，特别是尤其你的车啊，你感觉它越来越没有力，然后 engine 的噪音变到更大的时候啊，就适合用上这个 Engine Oil Treatment 啦。再来 Gasoline Fuel System Cleaner， 如名所见，它就是适合倒在你的油箱里面，就可以帮助到清洗你的油路方面的那些积碳，其中它就可以清洗到你的喷油嘴以及燃油管路等等啊。先讲我个人的用后体验啊，确实我在跑 highway 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的 pickup 会来的更加轻快一点点。再来就是这个 Octane Boost 啊，它也是添加在你的油箱里面，它的功能我简单来讲就是把95变成97，可以提升你的这个汽油的辛烷值啊。特别是如果你的车是高压缩比的，可能讲86 BRZ， 你觉得97的汽油现在太贵的话，不妨打一桶95，然后再把这个 Octane Boost 打下去试试看，它有没有达到97的那个效果。所以总结来讲，燃油添加剂它是补品，而不是一个必需品，就像你3餐吃Maggi面也不会饿死一样。但是人总不可能3餐都吃Maggi面的嘛，偶尔你会吃一些有营养、有蛋白质、有纤维等等的一些食物，说这些有营养的东西肯定对你的身体是更加好的嘛。那么当然，你的引擎也是一样的道理。点击影片左下角查看Huber的添加剂以及它的价格。OK， 那么我现在是要出个路口嘛，我就先试一下大脚一点点的油啊。刚刚第一脚的时候啊，其实蛮有感觉的啊，可以感觉到它确实是比较快。反应比较快啦，我讲的不是它有很大的马力啊，不过你就可以听到那个 ECVT 嘛，那个声音当然会比较大声点啊。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 response 对比起以前我试驾过的 Vios 汽油版的话，确实是 response 上面真的来得好很多。虽然你论马力啊，论这个纸上数据来看的话，可能它的提升不到10个 HP 啦，不过这个 response 来讲是真的，驾过电车有驾过 hybrid 车的各位应该都会知道的啊，这个肯定是 hybrid 电机的一个优势。再来，这整个 steering 包括到刚刚的那个悬吊表现方面啊，等下我再着重的试一下。不过其实我已经有感觉到它是会偏跳一点点，这个就看因人而异吧。如果你是喜欢开车的人，偏跳就代表这个路感会比较多一点啊。如果你是喜欢驾车的人，可能就可以接受了。再来这个禁闭性方面啊，现在 engine 是没有介入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整体是相当的安静，真的是就只有冷气的声音跟车从旁边经过的声音而已。这个我觉得也是 Vios GRS 啊，甚至是讲我相信 Vios HEV 可能他们这个禁闭性的表现都会是相当的不错。再来这整个动力系统的这个我们讲的衔接啦啊 ，engine 跟这个电机的衔接，我觉得其实做到也不错。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比较在慢速行驶的话，仔细看 meter 的话，你会看到其实 engine 时不时会介入。不过如果你不看 meter 啊，你看路左的话，其实你感觉不太出 engine 什么时候介入的啊。当然，如果你是大油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 engine 有在介入，有在帮忙处理了啦。所以这个 Vios GRS 啊，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真的是很适合你在城市用的话，优势会非常的大。驾驶体验方面，甚至包括到油耗表现方面，我觉得肯定会比起普通版的 Vios 来的更好。然后在同级对手当中，我觉得也是做到不错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再继续讲一下这个动力表现啊，所以我刚刚其实也有体验到的，就是它的这个首先反应我讲的非常快以外嘛，主要还是因为这个 Instant Torque 扭力方面的话，因为多了一个电机，所以肯定也会比起汽油版的来得更加高。像现在我稍微大一点油门的话。
engine 会介入，然后这个速度其实上的也蛮快啊。当然我讲这个速度上的快啊，是below 100的时候，真的是你驾过 hybrid 车啊，你很难再回去汽油车的那个感觉。甚至包括到现在我在做这个 brake 的时候，虽然Toyota官方是没有讲啦，不过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不一样啦。可能 brake 皮的 compound 那些这个我不知道啦，又或者是讲可能它有一些电机的帮助。说在一个 GRS 的身上啊，这个油门也好，刹车也好，这2点都做到不错。去试一些 U 灯等等，来试下这整个 handling 表现方面。这一次的轮胎其实用到也还蛮不错的，所以这整个 handling 的稳定性来讲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不错，是真的 OK。然后这个 steering，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紧一点的啦。虽然讲它是一个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不过它的手感呢，其实对比起我自己的每天在开的 Proton Saga 的那个手感呢，我就讲它是很明显很电子味啊。你跟那个轮胎啊，甚至你跟这整个你的车身的 feedback， 好像中间隔了一层很电子的东西啦，我不懂这样子去跟大家形容。那么这个 Vios GRS 的话，它的这个整个 steering 的手感，我觉得就真的很真实啊，甚至是我可以讲蛮接近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的那个感觉啊，整体的手感。同样，如果你是喜欢驾车的话，我觉得你肯定会喜欢这样子的这个感受，路感也会比较清晰一点点啊，可能有这种比较小的 bump 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包括到这个 spring 的部分，同样也是有这个 GRS 来经过特调，再来搭配上这个 Vios 本身的这个 DNGA 的 chassis， 整体它的这个 handling 虽然没有错，我知道这个价格是历代以来最贵的 Vios， 不过这个操控表现我觉得也是历代以来最好的 Vios。做这种 U 灯的时候啊 ，steering 没有错啦，是会稍微重手一点点，整个这些 body roll 等等的这个控制，其实我觉得做到还蛮不错的。那么我现在再换一下，我尝试这个不同的驾驶模式。现在我们来到 Power Mode， 一脚地板油。还行，虽然讲在一定的时速，你在踏油的话，它的这个贴背感是不如在起步的时候这样明显。不过这整个加速表现啊，甚至是讲如果你要用来超车，你到了 highway， 可能你的时速在100往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够用的。当然我不会讲它是一个小钢炮啦，动力来讲它当然还没有到那个 level。考虑到你在综合，尤其是现在的油越来越贵嘛，你在考虑到这个油价之下，再考虑到整体的这个 handling 之下啊，这个 Vios GRS 它还是有它的卖点的。你要一辆好驾的车啊，它蛮好驾的，但是它会综合掉你的这些可能动力啊，它不是这样的暴力，不过它却可以换来更好的这个油耗水平啦。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驾车的人啊，你对动力又没有太大的要求啊，因为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误会啊，好不好驾跟有没有力其实是2回事啊。一辆车它可以很有力，但是它未必会好驾。有力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有力你只要加个 turbo 做一些 tuning， 你把它 tune 到更加的不耐用啊，可能就会有力。有力我觉得是容易做，但是好驾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纸上数据，它不像马力这样有多少 PS 啊，有多少的扭力，你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没有一个概念啦，是没有错。你讲有些可能同级对手、同价位的对手比它更有力，不过好驾来讲，我觉得还是这个 Vios GRS 啦。你给我个人选择的话，那么讲到试驾啊，如果各位有兴趣试驾的话，当然我会把我们的 Alvin 他的联络方式放在这个留言区以及说明栏这边。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后续的朋友啊，都可以欢迎来找到他们来进行试驾啊。然后红花 Automobile 他们也是一间啊居銮的我们讲Toyota的旗舰店啦 ，4S Center， 包括到维修保养，包括到玻璃 and paint 等等都有。未来他们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Toyota的电车可以试驾，包括到 BZ4X， 包括到 Hilux 的 BEV， 还有一款车啊，影片出的时候我不懂会不会来啦啊，不过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也预告蛮久了啦，Toyota未来会有一款车即将会来，这个你们自己联络一下啊。说整体来讲呢，你要讲这个 Vios GRS 啊，它的优点刚刚我已经把大家整合出来了。如果你对马力、对动力没有很高的这个要求，不是一个喜欢跑车的咖喱啊，你希望你的车可以有一个比较省油的表现。那么讲到省油，可能你会觉得省油啊，就是这辆车驾起来不好驾，很 boring 啊。希望你的车省油，又希望它有一点这个驾驶的灵魂，希望它好驾的话，那么这个 Vios GRS 大家真的是可以来亲自体验一下。就像我所讲的，操控很好，我很难跟你形容什么叫操控好啊，它不像马力这样有一个数字可以做参考。说总结，如果你要一台省油的车，好开好玩的车，那么这个 Vios GRS 大家绝对是可以值得考虑一下的。懂你们又在 comment 什么了啊？这个价钱太贵，毕竟 Vios GRS 嘛，有经过 GR Sport 部门的这个特调啊，肯定会有这个相应的代价啦。而且通过这个 Vios GRS， 我也感觉得出整个 Toyota 国际啦，他们 group 的思维呢，我觉得他们都想要把 Toyota 摆脱以前那种比较刻板印象啦，那种比较无聊、比较中庸的感觉。Toyota 他们现在的 GR 部门也很勤劳去参加各种赛事啊，也有赞助了 F1 厂队等等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大家对于 Toyota 的这个加速方向绝对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尤其是有这种 GR 部门的加
持之下，即使是这种经过 GR 部门特调的车，我觉得其实也真的很不错啦。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有摆脱了我对 Toyota 那种比较传统就只有耐用的那个印象。现在的 Toyota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考虑了，它真的是一台相当不错开的车。OK 啦，那么都看到这里了，免费的订阅跟赞记得刚刚帮我把它按下去。之后这个频道也会更新一系列关于各种最新车的最新消息。再次想要试驾任何的 Toyota 车款，想要了解任何 Toyota 车款的 offer 的话，可以再联络一下我们的 Alvin 你们自己去详谈一下啦。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 Jermaine，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拜。